5个你在进入 STPM 之前，或者是刚刚进入 STPM 之后，你可以做的一些准备。嗨，这是我第一次拍这种坐着讲话类型的影片，所以可能今天的影片或者是我等下讲话会有点奇怪，还是看的地方会有点奇怪。如果你看到有什么我可以改的地方，或者是有什么想要讲的话，你可以在评论下面写下来，我会看。太匆忙的先去买课 ，Oxford、Fajar 和 Pelangi 这些，这样子会很麻烦。介意的老师会扣你的分数，或者是会直接就是不给你分，没有那么容易去翻课本后面的答案。Local Publication 出版，然后真的不是买越大越好。这个白色的这个比较麻烦一点。第3个 point 讲完了文具，我们现在来讲服装。政府规定的 dress code 的话就是 smart casual， 然后你就是要再看学校方面有没有另外加多一些规则或者是条规。照理来讲就是要端庄整齐罢了，衣服要有领，裙子要在膝盖以下，不能穿紧身裤或者是紧身裙，鞋子肯定是不能穿拖鞋哦。然后如果你穿有跟的鞋的话，它的跟是有规定的，不能超过多少 cm。在普通的读书天，好像也是不能够穿球鞋或者是运动鞋，这个是要看你们学校怎样规定。然后和中学的时候一样，不能留长指甲，不能染头发，或者是有些学校给你染一些比较深的颜色的头发，我不确定这个，因为我听说以前是可以的，现在是不能染亮色的头发，然后我们学校是不可以染头发。接下来就是运动服，这个我也不太确定其他的学校的做法是怎样。我们学校的话就是 Persatuan Form 6一起坐下来开会讨论，然后去定制我们这一 batch 的运动服，通常都是沿用 senior 的设计，只是改一下颜色而已。再接下来关于服装上面还有一个要讲的就是制服团体的制服。Form 6的课外活动是很重要的，所以通常全部人都是会加入制服团体的，比如讲 St. John、Cadet Police、Pengagap 之类的。每一个学校都有不一样的制服团体，所以你要看你学校有什么。像我的话，我是进 Pengagap， 因为 Pengagap 在我们学校是最多人进的一个制服团体。我会进 Pengagap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老师有讲过，如果你不知道要进什么制服团体的话，你可以进 Pengagap， 因为Pengagap 的制服比起其他制服团体的制服会比较便宜，所以我就跟我的朋友一起进了 Pengagap。制服团体的制服是有分2种的，一种是 Full U， 一种是 Half U。Half U 就是很像有领的 T 恤这样子，比较便宜，比较常会穿到。Full U 的话就是比较完整，然后比较隆重的，比较少会穿，但是在重要的场合上面会需要穿到。Pengagap 的 Half U 是像这样子的，就是一个很普通的 T 恤而已。呀、就很好穿一下，就是比较常会穿到。Full U 的话，我不知道放去哪里了，我现在找不到，但是我可以先简单的跟你们讲一下一些要注意的地方，或者是我会放图片在这 ，OK？ 像Full U这样的话，它上面是会有封一些 badge 的，就是一些徽章。这些徽章呢，每一个都是要钱的，所以在你去买之前，你可以先去问一下你学校的老师有没有需要买这些 badge， 或者是需要买哪一种 badge。因为我去买的时候，我是完全不懂这些的，然后那个制服店卖我什么，我就讲 OK 了。他最后就是有给我了几个 badge 咯。最后我回到学校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朋友们有一些也是没有买这些 badge 的，而且老师完全不在意这些 badge， 就可以省的话就省下来了这些没有必要买的这些 badge。Half U T 恤加 Full U 就一件制服的衣服还有裤子，加起来的话我忘记价钱是多少，不过我记得最低是在80，然后大概是在130里面，就是80到130，我真的忘记了，因为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Next， 讲完了我要买的东西，接下来我就是要讲关于课外活动这件事情。大概开学之后的1-2个星期，学校都会开始有课外活动了的，因为在 Form 6课外活动真的很重要，这是我讲第2次了。大部分的学校都会要求学生参加 Club Persatuan、Sukan， 然后还有一个 Unit 的 Uniform。我个人建议课外活动真的是要多活跃一点在你的能力范围里面多争取一些职位。可能你现在觉得课外活动不是很重要，但是课外活动的分数最后会在你申请 UPU， 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占18%。可能18%听起来很少，不过如果你真的是来干来洗，最后成绩没有那么理想的话，那个18%真的是会变得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课外活动可以补救一下你。比如讲，你可以当一下Pengawas啊，去抢一下当班长这个职位，或者是班上任何的 AJK 都可以，大大小小的职位都很重要，可以去考虑一下。最后一点，第5点 ，random tips 就是一些随机的 tips， 然后还有我突然想到要补充，然后不知道放在哪里的 tip。在第1点有提到的课本，如果你真的是想要省钱的话，你可以去找 senior 买，他们通常在毕业的时候都会卖掉他们的旧课本，或者是你可以去找一下你的老师问。因为有一些老师他们会在 senior 毕业的时候跟他们收集下来他们的旧课本，还有一些资料。制服团体的 uniform 也是，你可以问看你的 senior 他们要不要便宜一点转让给你。不过有一点 uniform 通常都是定制的 size 都会比较没有那么 flexible， 你要去找跟你的身形比较接近的 senior 去买会比较好。我自己的那条裤就是吃饱了之后它就会变到超级紧的那种，就是
它真的是很没有什么弹性。还有，虽然我在第一点有提到可以不用那么匆忙的去买课本，不过记得不要太迟，因为 STPM 的课本是很容易缺货的，而且一缺货就会缺货很久。刚才我有讲过 ，PA 的话不需要在外面买参考书，在学校买 local publication 的课本就可以了，对不对？但是在 Sem 1和 Sem 3的 PA 里面会有1-2课是比较深入研究 Perlembagaan 的，就是国家的宪法。那个时候的话，你就可能会用到这个小本的这个 Perlembagaan Persekutuan。这个 Perlembagaan 的话，可以从 Senior 那边买二手的，或者是你可以去书局买。不确定它多久会更新一次，但是这个好像是最新版，是2018年的。我不确定过后还有没有再出过。里面的内容就是讲关于国家的宪法咯，就是在课外你拿来读，它也是很有用的一本书。不是每一个老师都会强制你买这个，但是它真的是有帮助到，因为课本上面关于 Perlembagaan 的内容没有那么的完整，所以有时候会需要这个来补充一点。但是就是那几课而已，如果你真的是不想去买的话，我觉得你用来跟朋友借也可以，或者是你们几个朋友一起 share 着买一本。这一本的价钱我是叫我朋友帮我买的，在我也不知道在哪一间书店，就是他们买到是11块钱，你可以在 Shopee 上面找，因为我看到 Shopee 也有卖。最后一点就是要善用电话，因为我们刚刚上 Form 6的时候呢，通常我们的思维呢还有习惯都很像在 Form 5之前这样，就是不习惯可以带电话去学校。上了 Form 6，你可以带电话去学校了之后，一定要好好善用它。比如讲老师在抄 notes 的时候，你来不及抄，你可以直接用电话拍下来。因为一开始我们还不熟悉这个模式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会就是老师一边抄，我们就跟着老师的手速在那边赶打。但其实可以不用，越到后面你就会越发现电话会取代你抄得到的这个动作，就是直接拍。但是这件事情也是要看你们的老师怎样想，而且电话最好是要有 data 可以上网，因为在 Form 6的课文里面有很多内容都是比较深的，很多字都是你没有看过的。如果你们老师允许的话，在班上你们遇到任何的不会的字的时候 ，on the spot 马上 Google Translate 是最好的。Yes， 因为有很多字都很深，对我来讲。我不知道，应该是吧。所以大概来讲就是这样咯。5个 tips， 然后我已经讲了很久了，我写了满6页，对，就是满满的干货，全部都很重要。我已经尽量省去了废话，但是内容很多，所以如果你是跳到来这里的话，我建议你看回去，因为里面真的有很多重要的内容。之后我可能会拍一个英文版的这个 video， 或者是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因为这个会用很长的时间。所以如果你有任何关于 STPM 的问题，或者是你有什么想要问的话，你可以在下面评论，或者是去 Instagram 找我。我的 Instagram 的名字跟这个 YouTube 是一样的。希望这个影片可以帮到你，然后开学快乐！我不知道你们开学了没有，不过应该是要开学或者是刚开学了，对不对？我也不知道啊。OK， 差不多就是这样，有什么要问的记得在下面评论，拜拜。